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雷宪，倩倩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金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科大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黄忠仁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好，今天跟三位老师带着大家先从中日最近的这个争议到目前为止争议风波还未平息。我们看到主要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最近看起来他的立场有稍微放软也放缓，但是呢都是透过周边的人在讲话，所以呢中方目前的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而且特别讲到了用敷衍这两个字来形容啊。当然这个外交的战局呢，也就扩大到了军事的层面。日本海上保安厅跟中方的海警呢，都分别证实了中日两国的公务船在2号凌晨的时候呢，在钓鱼台海域爆发新一轮的对峙。那么法新社跟共同社都有报道说，有2艘中国大陆海警船在2号的凌晨呢，先后驶入了钓鱼台周边的日本领海。那这2艘搭载着机关炮的中方公务船，试图接近一艘叫做瑞宝丸的日本渔船。日本巡逻船呢就要求中方的公务船赶快的驶离领海，但中方的船只一直到清晨5点10分左右才驶离现场。当然我们知道钓鱼台海域一直都是中日双方很熟悉的这个冲突海域啊，因为都互相的在领土的部分各有坚持。那当然呢，这个也可能是针对高市早苗发言的后续动作。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啊，显示2024年大陆的海警船，有355天都把这个船舰开到了钓鱼台列屿，这个具有主权争议的周边海域。当然，因为事涉国家主权争议所以中日双方的这个海上默契倩姐认为，目前在这个态势下，双方各自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还有就是在海上万一遭遇了，我们常常讲说有 rules of engagement 这个遭遇的准则又会是如何？您怎么看？首先说呢，这一次在钓鱼台海域的事情跟前面2个都没有关系啊。因为海上遭遇准则是在那种未经通知意外遭遇的时候的准则，就是说你们刚好碰上了。那到时候要怎么处理？但是在钓鱼台这里呢，你看双方用的语言，一边用的是海警、保安厅，另外同一时间又讨论到了领海2字。是，所以讨论到领海的时候呢，当然就涉及到国家主权。涉及到国家主权，就是说日本曾经要把钓鱼台国有化，他们称为尖阁诸岛，可是中国从来没有认。事实上呢，我要告诉台湾的观众朋友，我们也不可以认的我们不能认钓鱼台是日本的主权。那么如果说用领海2字呢，是说这是我主权所有的，无论是12海里或是毗邻区的24海里，它都是跟着领海基线、跟着主权来走的。那现在大家其实已经上升到了某一种情势的对峙，那这个对峙呢还没有进入灰色地带。那张进是战略专家，他很熟，但是他的表态是明显的。那么当然，因为高市他讲的话呢，涉及到4条断层线。第一条呢，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以卫割台，一直到2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归还中国的这个历史的断层线，中间有巨大的人员伤亡、国家的屈辱等等等等，这条断层线是大的。那第2条断层线呢，就是战后秩序的断层线。那现在无论是在钓鱼台，或者是最近在讨论的琉球，都是这条战后秩序的断层线。是，因为战后秩序最重要的就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它是一个和平宪章。那当年我们是由顾维钧第一个签字的。那这个和平宪章中间有例外条款，就是敌国条款，最近讲的比较多，107条、53条、77条。也就是说，战胜国跟战败国，就算是我们要努力去推动和平的时候，对于战败国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并且呢，在敌国条款里面是用的是 regional 就是每个区域各自有它的平衡力量。所以欧洲当然就是对德意的平衡力量，亚洲呢就是对日本的平衡力量。对，并且在的77条里面还有讲到关于托管这一类的领土。所以今天为什么讲琉球？讲琉球就是美国把
琉球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其实是没有经过正当程序的。因为在过程中呢，美国原来就是在琉球有非常庞大的军事布局，现在比以前更多啊，大概70%的军事布局是在琉球以及在更前面的先烈诸岛开始。你看他们大陆是。我们是称先烈诸岛，他们是称为先岛诸岛，就开始有一系列的布局。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中国大陆难道不是好整以暇的已经在这边等了吗？因为战后秩序不可以动，这个是从今年一系列庆祝了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反复在陈述的一个叙事。到了93阅兵的时候呢，更具体的亮剑。到了11月7号之后，你看他现在一开头的动作是什么？今年夏天的时候的动作还是辽宁舰、山东舰穿过宫古海峡，穿过台湾南部，进入了八重山群岛以南的这个部分啊。那甚至呢，他也去绕了冲之鸟附近。也就是说，我不认你用冲之鸟礁当成岛划的那个专属经济区，也就不认。日本的大群岛国家的概念，对，更就不认日本在这个大群岛国家之内所有的海域是内水的这一系列的叙事。那么到了11月7号之后，相反的，你看到的是更明确的亮剑，每一个战区具体的说完全准备好，并且它的演习是在黄海、渤海，用的地方是刘公岛，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最重要的。甲午战争的时候，北洋海军大溃败的那个地方啊。最近据说已经找到了定远舰的残骸，或者是它的留下来的这个船。那么定远舰当然就是在当时的旗舰舰，是从德国买来的最庞大的一条战舰。所以在刘公岛的演习，就是告诉你我们没有忘记1894、1895。另外，如果你仔细去看的，不认钓鱼台，就是说。在钓鱼台这里呢，东海的专属经济区，日本从2021年就开始争执，说底下的石油天然气要去跟中国大陆平分秋色，或者是共享利益的这个部分呢，也不认。因为若是没有了钓鱼台，你从琉球群岛这里是没有办法跨上大陆礁层的，你没有大陆礁层底下的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对，所以说，一个是历史上。一个是地理上、地质上的专属经济区，另外呢，也直接的去挑战了日本长期处心积虑经营的大群岛国家的边界，所以这些呢，都会对于中国跟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再平衡产生冲击，并且呢，他们会用台湾、用两岸。作为未来冲击的攻击点，所以如果观众朋友看到12月5号美国所发布的 NSS 啊，就是它的新的国家战略里面呢，你就发现它开始有了一个重新去部署第一岛链，并且非常具体的把台湾作为它岛链部署的核心，要求附近的这些同盟国，包含了像澳洲啊，都要增加军费以外呢，也把在这个台湾海峡发生了可能的事情。作为它很重要的战略上面的分界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问一句话，就是台湾有事到底是对谁有好处？台湾有事到底对谁有好处啊？因为我相信刚刚提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哈，水军就海军出身的靖哥一定熟知这一段历史。那刚才倩姐特别提到说，现在感觉上哈拉到了一个接近主权的一个争议的层级哈，当然现在也在挑战的是战后的秩序，这个秩序不是说变就能变的，所以大家现在也在看的就是说，因为高市早苗目前为止他没有亲自针对当时在国会当中他被询所回答的那段话，再有任何的一些澄清也好、解释也好，都是透过旁人。接下来这个争议，目前为止中方是说敷衍，怎么解决？就是敷衍啊，因为那个毛宁老早就讲过，就是你要回到那个中日关系的4个文件，他只要把那个文件拿出来，然后照了照念，这个事情就落幕了。他在那边讲啊，没有改变，然后我这个东转西转，这都闪烁其词。但我还是接一下倩姐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海上未预期相遇准则 CUES 啊，就是 Code of the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基本上来讲是不适用于这个钓鱼台海域，那个是说其他的，这个是摆明了大家就要在那边渡上。对，而且呢，这个相互的对视其实根本就是家常便饭。但是我要在这边特别讲，其实
这个日本方面好像是在政治层面想要讲降温什么什么，但小动作不断。你看看那个上面写了“瑞宝丸”3个字，请问一下，我们有多久没有听说什么日本渔船跑到这个叫做这个钓鱼台海域？因为日本那边的渔业政策就跟你讲不要乱进去，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套好招，然后进去，然后这个故意好像说是这个叫做这个以前人家讲就是说。这个捉贼的先喊捉贼，然后派一个渔船，好像是一个叫做受害者。但事实上，你今天回去翻去记录，什么时候有日本渔船到这儿？这是个争议海域，而且他们一再讲不要到渔船。那个这时候突然冒出个渔船，你看看就是怎么样？所以呢，这些东西要去处理，其实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叫做您刚刚讲的这个它的有很多的这个准则、行为准则 （rule of engagement）， 它基本上要分成2部分，一个是禁制事项 （restraints）， 哪些事情你绝对不能做；另外一个叫 constraint， 哪些事情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做照相、录音知道你是在怎么做。然后呢，灵机应变，绝不多话，而且所有的台词在中国大陆这个所有的台词基本上来讲都是照着有个本儿，然后按着这个念。你知道，绝对不会去乱扯名词，因为美国海军乱扯不一堆名词被人家录音出过了好多事。那但是日本呢？他很刻意的，就是在用这个叫是中文在那边念，而且它是中文是录音版，而且它都是用我们讲说国际的就是说紧急通话频道 Channel 16，让人来做，也就是大家都希望在国际的这个就是这个叫无限空间马可尼的无限空间之中这个里头留下这个记录。那其实照这样来讲，这个事情根本对事是家常便饭，只是从这个渔船的现身，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就是说低层下三滥的比较拙劣一点的手法了，他的意思。对，因为你有多久没有听到渔船出现？怎么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对，你看嘛，这就是存心弄出来，然后故意在那边好像我们是受害者，要找事。这日本人这个演的这个戏这个一下就被揭穿了。现在这个风波还没有平息而且短期看起来，如果日方的这个坚持，我们讲说是坚持呢，那接下来呢，中方这边也讲得很明白，就是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的工具，其中还包括了稀土这张牌所以讲到了稀土的部分呢，产经新闻呢最近也报道了，他们说呢，日本的自民党参议员就是近畿大学的客座教授叫青山繁晴他指出说，日本呢他们在南鸟岛的近海这边也有稀土的资源。那这个位青山繁晴他表示说，根据日本政府在南鸟岛近海调查采集的稀土泥这个纯度大约是中国大陆的陆地稀土的20倍，就纯度很高，确认是存在像是铜、锌等金属成分的海底热液矿床。另外呢，因为这个日本的领海还有专属经济海域总面积是在世界排名第6所以日本是一个隐形资源大国。讲这番话无非就是要告诉中国大陆说，稀土不会造成我们的辖制，但真的是如此吗？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因为讲到了稀土，我们曾经就讨论过非常多次从稀土你找到了矿产到开发，最后其实最困难的是提炼到变成成品这个都是旷日费时的。现在讲说我有资源，但是到最后变成了成品，要花多久时间呢？这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其实众所周知，这个日本早期在人造磁石上面的造诣是非常深的，那所以他们其实很早期就有布局这个方面的一些议题，包含在材料的提纯。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像在日本的秋田大学，他们有所谓的矿山学院，然后还有到那个日本东北大学的多元物质科学研究所，他们也有专门的研究室。是在做这些所谓的矿山与矿物的提纯的。那这个稀土它其实最大的难度就是在于说，如何有效的把这些它的原子重量非常接近的元素把它分离开来，并且有效的把它利用到我的材料上。就资源跟材料这个一体两面的事情上面，我相信日本他们在基础科研上已经有了非常多年的琢磨，以及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就其实像这几个研究所，他们光是从产业，他们其实不只做日本国内，包含到南非到各个地方去做相关的一些矿物回收，其实也是做得非常的多的。但时间上面会不会花很久？
对，我觉得保守上来说，就其实因为稀土泥，其实我们在讲到稀土泥的时候，重点不在于日本的提纯技术到底好不好，其实最主要是它的开采成本会到多少，因为它并不像是我们陆地的开采矿山一样，它今天必须去架一个我到深海里面去开采这个油泥的过程，那这个其实才是最需要花时间的一个技术突破，因为你说在深海里面去架一个有效开采的一个基地，还要建制花这个时间，我们简单估计一下，可能3到5年。我还要去日本，他们行政单位一定会审慎评估，光是我提出提案，然后到开始执行到完成，保守估计那就5年吧。那5年后，好，哪怕日本在提纯方面的技术很好，那可能这个东西来它的状况也是不太一样的，保守估计在2到3年。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在5到10年内是。可能会花到5到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在能源的部分呢，最近日本也一直不断强调所谓的可燃冰哈，就说已经开发出可燃冰，但是顺利进到这个产业的供应链，还是那个问题，时间的问题，怎么看？这也不是说日本发展出了可燃冰，应该说他们发现了很多可以开发出可燃冰的应用。OK， 那这可燃冰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甲烷的水合物，它其实就把天然气然后镶嵌到像冰块一样的晶格结构里面，用水去包覆它。就在烧的时候，感觉好像我在烧一个冰块，好像我在烧一个冰块。那讲坦白的，其实可燃冰大家都很预期，希望它可以取代目前的传统石化，但是实际上难度有啊。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发生嘛。但是你看新能源像各种不同方方面面的在竞争。我不觉得现在热点是放在可燃冰这个上面，它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对，但是目前是否顺利进入产业供应链，我想应该是还没有的。所以听到日本这样的说法哈，当然无非是要强调自己手上也有牌，但是就像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是，你的预期是一回事，你的期待是一回事，可是实际的现实又是一回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军事方面，还要来看的就是呢，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报道，他们引述了4名知情人士还有情报的报告，他们说呢，中国大陆呢正在东亚的海域部署大量的海军舰艇以及海警船，最多一度呢这个数量超过了100艘的船只啊，是北京最近以来，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呢看到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船舰集结的范围涵盖了黄海，还有南部的海域，包括像是东海啊、南海啊、北太平洋啊，就整个太平洋的海域的。但更奇特的就是说呢，这次解放军呢并没有正式宣布任何的大型演习计划，所以呢，现在看到在不同的海域都部署了大量的这个船只啊。那其中还看到有航母打击群，但我们知道，其实航母打击群一般的配置通常都是。最主要的就是一艘航空母舰，然后再加上旁边的导弹巡洋舰啊、驱逐舰，还有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是水上也好，水下也好，它是一整个舰队群。另外，当然就是补给舰啊。所以大概怎么样这个规模，一个航母群就是10艘，差不多是一个标配。可是这次大举的出动跟集结啊，想问庆姐怎么看这个战略意涵？我觉得我们传统的航母打击群啊，张静老师也很熟，就是以美国的概念呢，它是要远方投射武力的，所以它整个航母打击群的配置，我们的理解里面都是那种前面有核潜艇，然后后面中间有巡洋舰、护卫舰，最后有油电的还有弹的补给，它是这么一个远远的，就你出去以后可以替代基地的功能，因为海军是个基地军种。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大陆的航母打击群，它会非常非常的灵活，因为它很多地方呢都是十分近岸的啊。另外呢，还有像076啊、055啊这些单独的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舰队群，5、6艘出去，它就有非常庞大的打击能力。因为现在他们有待查。现在无论是武器，或者是它的续航力，或者是它整个的作战的方式，都跟我们传统看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太一样啊。所以首先说这个，那如果我们看最近所发生的行动呢，其实还不完全是最近，从5、6月开始就有很多的行动，尤其是日本，它发布了很多，就是中国大陆在整个太平洋海域的各种行动，像我刚才所举的辽宁号跟山东号呢，分别的穿过了第一岛链，进入了
西太平洋啊，就是由日本所发布的。但是在11月7号之后呢，你还会发现，它不但是传统时常走来走去的那些国际水道在走，它11月7号之后第一个先过的就是大屿，就是从宁波出来进入西太平洋最近的一个海峡。那么另外呢，常常走来走去的宫古海峡，或者是其他的这一类，都是我们在美军它所布局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美军的布局包含了在琉球跟仙岛诸岛这一部分的布局，大概有70%的美军，但是在日本的本岛部分呢，还有非常庞大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都有。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大陆的这个军舰，它很容易的穿过了第一岛链的这些原先给它的局限，也是最近我再提一次，12月5号美国的 NSS 里面所希望重建的一条界限啊。可是中国大陆很轻易的通过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重新去想，万一在西太平洋有战争的状态的话，它会是个什么形式，并且。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就是美军的船舰时常在我们周边走来走去，它也没有发布演习，它只要去符合了在海上航行的各种规则，包含了国际法里面、海洋法里面你的领海领土的规则、专属经济区的规则，或者是 ADIZ 的规则的话，它只要符合这些规则，难道不可以自由航行吗？所以西方如果说没有说演习，那么显然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标准来看解放军的行动。但是解放军虽然没有宣布是演习，它有没有军事亮剑的意味呢？当然是一定有的，因为这个亮剑就是要让美国跟日本要仔细去思考，美日安保中间，如果日本介入了跟中国大陆剧烈的军事冲突，美国是不是有防卫的义务？那美国如果加入战局的时候，从琉球这一带一路到台湾，这整条线上，美国也要想一想他在这里的军事部署。所以最后大家还是要问一问，台湾有事到底是对谁有利？目前看到12月5号的 NSS 来讲呢，是美国很希望在亚洲有一个力量能够继续的我们不要用那么激烈的词啊，就是继续让中国大陆留在某一个区域里头。好，那这是一个最和缓的词了。那但是这个计划里面，在日本高市的作为，包含要突破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突破非核三原则等等等等呢，有没有默许、默认，甚至某一种私下的鼓励？那如果有的话，中国大陆现在的上百艘的船舰在刘公岛的演习呢，就是让美国也重新想一想。若是你真的继续的默许、默认，甚至某种程度的鼓励的话，那么当日本有事的时候，美国有没有事？对，记者提醒得很好，到今天为止已经讲了2次了，就是台湾有事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哦，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那当然，刚刚讲到说，其实大家都在划线。可是，如果按照同一标准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常知道哈，就是说航母的这个打击群啊，请教这个靖哥，中方的航母打击群当然就是参考美方的，但是您觉得在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这个编制啊，或者说在每一次，包括这一次特别大举的出动哈，它相同跟不同的地方，特别你有观察出什么吗？我觉得这个我要浇一个冷水，我觉得大家被一个别太紧张。不是，我们被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这个就是政治操作新闻给误导。这个12月4号这个就是5点5分的下午这个下午3点5分，《自由时报》抢先报道路透独家，然后有100艘船什么什么这个大举出动。路透社呢到这个3点11分才贴出来。你知道《自由时报》的翻译版比路透社的原版还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出口转内销，而且讲的4个情报的来源永远就是匿名，这个是标准的，就是说配合绿营去营造声势的这种叫做这个操作手法。我来跟各位报告一下，假如有这么多的船出来这个运作，基本上来讲。没有任何涉及演训的通报吧，没有任何这个飞航的安全的通报吧，对不对？所有这些这个就是船讲了说是从北到南，他们其实都很靠近港口
所以呢，我们呢就去这个仔细去查一查大陆上相关的这个网络以及新闻报道，我们很快都注意到，事实上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岁末冬操啊，就是岁末的时候，它有一个冬操叫什么？叫做压力测试。它最主要呢不是操那个船出来3天在近海那边做操演，也不会做很困难的科目。对这些航母战斗群也是在周边活动，也不会走很远。但是呢，它3天之后回到港里。这时候真正好戏要上演了。为什么？因为所有船都要加油、加水、加菜、挂弹、上弹，然后呢，有这个驳船要用这个吊杆船去吊放精准的武器，去一个一个那个就垂直发射系统，有战略核潜舰要回来要装那个核导弹，然后呢，前面的鱼雷还要有这些那个码头上川流不息跑的运弹的卡车，然后运水车、运菜车，光是一个榆林军港或者三亚基地那个地方对外采购的那个地方，那个几乎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对，所以我就讲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完全的媒体操作，就是在那边制造恐慌而已。它就是例行性的演练了，而且对，这个是行之有年的。对。而不过这一次看到说，在这个外电的报道上面说他从空中拍下来那个空照，说什么卫星的空照非常清楚的显示整个舰队的这个航行的路线，还包括抄得很清楚那我们要说的是说科技层面请教一下黄老师，因为提到了这个卫星最近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从卫星、火箭什么太空探测一直到这个太空资料中心，未来大国之间的竞争绝对是跟科技有关，它一定是以科技作为底的。那太空领域特别提到了太空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晶片设计跟制造上面，它有特别跟一般我们所知道，就现在已经讲到说高科技的晶片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讲了好几个月的那种高速运算晶片，这次我们终于来讲一点不一样的晶片了。那其实，在晶片上，现在基本上还是以那个 silicon 当做 base， 然后做非常多的元件。对，一系。是。那目前来说，还是说不同的使用温度上，可能会采用不一样的基板去做一些扩充。那我们先简单来说，在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它跟最本质上跟我们现在要做的高速运算晶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要的不是最先进的制程。他要的不是多快的算力，他要的是我10年、15年、20年，我放在那里，我不需要去动它，我要非常的稳定。其次是呢，这个晶片能够抵抗来自太空的一些额外的辐射或者一些影响，然后去持续维持它的稳定性。这是太空领域所需要的晶片在设计上的最首要的一个要求。对，所以其实就是回到那个材料科技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像我机械工程系学到就是跟您一样学到就是做材料的，比如说耐热、延展。特别您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在太空上面使用这个晶片，它必须要耐久不然的话，万一故障的话，你光修不是像一般在地球一样。这个超级跑车，你到西藏高原还是犁牛拉货可靠还是得务实的，还是牦牛拉货才可靠。我另外一个问题念错字了，黄老师，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说，未来就是低轨卫星会越来越普及就是针对低轨卫星网络上面的可靠运算还有庞大的需求。那就这个部分的话，您所知道哪些企业已经在研发，甚至是开始当中可能是一个领先的地位？哪些企业是其中佼佼者？这个刚好这个是我的专长之外的部分。那我们可以回来讲讲低轨卫星的网络可靠运算这边重要的部分在于说，未来整个在不管是我想这个张哥可能更加熟悉，在不管是任何通讯协作上。你能够更快、更安定的达到别人的预期跟需求，这就是一个信息上的战争。你如果可以在这边取得领先，那这个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略效果。所以即便我不知道现在谁是佼佼者，但是我认为呢，太空科技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了解。它不是太空科技不是只有我把一个火箭射上去就结束的事情，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公司它占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它并不是只有某家公司可以把这个做好，它是需要很庞大的一个产业链跟产业体系去把工作完成的。所以不管现在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双方在这个卫星科技上面，尤其太空科技上面不断在竞争。当然，这个卫星有民用的，也有很多是军用的这个，但是黄老师刚才告诉我们，军用也好，民用也好，特别是军用。
万一故障在太空啊，要修很困难，所以呢，耐用的材料才是关键。马上回来。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的焦点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在这个礼拜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那特别在四川呢，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会晤。两国元首就在山水之间呢，因为这次强调呢，除了要这个非正式会晤啊，讨论交流一些国际议题以外，当然呢也会安排一些旅游行程。所以这次也特别看到了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有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全球在不确定性的升高下呢，中法两国将会透过对话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而且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的向前，并且呢，也将会针对加强全球治理这些相关议题要发表5项的联合声明。这次也看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热情接待马克宏夫妻陪同他们看山看水逛街。我想问的是因为大家看到是比较软性的画面但是对照最近来，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马克宏在去中国大陆之前呢，才和这个包括了英国首相施凯尔，还有呢德国总理梅尔茨他们3个人，这不是最近的照片，而是强调他们其实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议，当然谈的是乌克兰议题。不过他还在想说，这到底在谈什么？其中有一个标题是这么下的因为德国总理梅尔茨说，我们都被美国耍了，所以接下来欧洲自己也在找自己的位置，那特别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不过马克宏抢先这个其他德国英国他抢先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大家也想说还真快，那它后面的意图是什么呢？倩姐怎么看？首先大家都知道，法国从戴高乐以来呢，就一直主张他的外交是比较自主的。马克宏也曾经说过，全世界的民主呢是由法国作为他的先驱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法国的军事跟军武的能力一直是在北约之外，就是它并不是完全在北约的体系里面。所以真正的要有在国际上面发言权，你既要有外交的能力，你要有军事的实力跟经济的话呢，法国是在欧洲希望有一个欧洲自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同时，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世界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局呢，应该是在川普的概念里面的3分天下。怎么说呢？如果你从 Mearsheimer 说美国是一个美洲的霸权，但是其他州不可以有霸权，也就是说最后剩下一个霸权，就是美洲是全球的霸权的角度来看，曾经有一段时候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是单一的超级强权，其他的都在它底下，没有一个跟它能够相提并论。可是现在似乎有其他的力量起来，从欧盟开始，然后亚洲的中国崛起，所以他现在要 mega。他最好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已经没有他做唯一的一个老大的可能性。他最好的一个可能性是美洲还是美国作为老大，所以他处理了洪都拉斯、委内瑞拉，他要让他后院呢没有其他国家的势力可以介入。另外，他就希望在欧洲或者是亚洲呢，各个有一些平衡的力量。譬如说，在欧洲，当然前面有俄乌战争拉了欧洲的经济。后来，如果俄国仍旧是欧洲的芒刺再备的芒刺的话，那整个欧盟以及北约增加的军费呢，就会使得欧洲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挠，不会这么快的崛起。亚洲当然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的，从高市早苗到台湾有事，就是让中国大陆的某些力量要把它分开。我们时常说备则分支，它要要分散他们的力量，使得一个强大的美国呢，还是没有其他真正的敌手，虽然会有别的强权区域的力量会出现，这就是在川普第一任到现在，他一直福音的强国政治、大国政治。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话，马克龙当然很聪明因为欧洲能够讲话的，而且不像英国或者是德国在军事上面那么受制于美国的，只有一个法国。所以他来做了第一轮，希望能够借着中国的力量呢，让俄国去牵制欧洲的这个力量能够减缓。他不是说要做其他的事情，是希望俄国不再去这么厉害的牵制欧洲，所以他带了也有商务，也有什么什么。但是我觉得同一时间大家要看一看习近平先生的外交其实是很有策略的。上一次跟马克宏见完面以后，就去有古琴，然后知音去讨论高山流水。
这一次呢，讨论完了以后呢，就跑到了最重要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是，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地方附近还有青城山啊，就是道家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也可以给他看到从成都开始的一带一路的新发展。对，所以到那个地方，表面上是都江堰，其实看的难道不是成都？难道不是新的中国在还有中亚跟欧洲中间的这一系列的长期规划跟已经进程的建设嘛？对，所以欧洲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要不要跟着美国走？对，欧洲有深远的文化，但是中国大陆也有绵延无常的文化哈，就是所有都在铺排，所有其实都有意义的。金哥怎么看？因为双方曾经因为电动车的关系哈，这个闹得不可开交，也曾经产生了摩擦哈。但现在为止，这件事情就平息了吗？还是后还有戏？我想啊，这个大国之间啊，为很多商贸的议题啊摩擦啊，到了最后都有某种程度的妥协。这个因为啊，相互交往的议题那么多。两害啊，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去看看那些啊，就是去的企业名单，你就知道有些啊是有求于中国大陆，有些是可以啊在中国大陆去开展市场。所以说，你今天为了一个东西，然后就卡在那边，然后这个举步不前，这个是这手法太烂，没错。所以呢，他要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这些。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他们先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呢，马克龙先去，然后这个习近平在耽搁了差不多接近1天之后才飞过去，然后陪同的这样去做。我想啊，大家要提醒一件事：中国共产党到今天为止还是集体领导。换言之，也就是说，习近平这个担任总书记，必然是在北京的时候，这个马克龙提了某些东西，他觉得应该跟大家要这个高层要搞清楚，而我们应该如何。因为有很多事情，中国大陆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独断的，你知道，所以他沟通建立共识，然后再去，然后再谈，所以才有后面那么5项联合声明。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到，就是说中国大陆有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这些事情不要一切事情都认为这习近平一个人要讲话就算。你去看看最近有一个这个影片，习近平在介绍这个送给这个李在明这个就是这个礼物的时候，这是宣纸，这个是那个叫做辉夜我看到那个华为手机，旁边人家就纠正他说，对不起，这不是，报告主席，这不是。这个是这个端砚，你知道，它是这个肇庆县的端砚，那个是徽墨对，我搞错了，这是徽墨。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那个影片出来其实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是大家相当震惊，就是在外国总统面前，他的部下可以去纠正他，你讲错了，那人没有不掉渣的嘛，对不对？都会讲错字嘛，对不对？可是相对于北京，你看看。我们这个就是总统这个讲了，这个就是2027年到底是准备还是要把这真正的武统还是完成准备？你知道讲错话掉渣，这没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的总统府发言人出来是跟那个 Rambo 一样，把全世界的媒体先骂一顿，这就是小格局跟大格局的差别。就是有错就不致歉一下。对不起，他们都已经超过65岁，都是领敬老卡的人，讲错话掉渣，这是很正常的事嘛，对不对？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在想说，对。后来是看到不知道是华为还是小米的这个手机嘛，这习近平也开了一个玩笑嘛，就是你在对有没有后门啊？那个小米他讲说两个人互动蛮有趣的。对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后门程式。您刚刚提到，我们来看一下，在右下方这边欧洲时报也特别提到说，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这次带了一个庞大的这个商业居多的这个访问团，当中有包括谁呢？像是这个威利亚集团还有像法国的电力集团。还有空巴空巴是一定会有的嘛，对不对？还有苏伊士集团，还有达能这些旅游奢侈品集团，就像刚刚金哥所说的，毕竟还是得考虑到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市场你在这个地方，你总得有一些商务的一些合作，跟希望能够销售。那但是呢，大家也看到，在经济合作部分，黄老师觉得特别在科技的部分有没有什么合作的亮点或重点？中方跟法方这边的科技供应链又有哪些是我们平常不太知道的地方？这个说到不为人知，恐怕我也不是太清楚。但简单来说，这个
如果说中法的合作上面，其实法国有一些地方确实是大家常在忽略，大家觉得法国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家，但法国在基础科研上，他们也是非常的扎实。他们包含 CNRS， 就是他们的一个研究中心里面，他们每年投入的经费是非常非常多的，是，然后也在非常地方设立了一些小型研究所，然后跟当地的大学合作。那我自己在看法国，除了这些奢侈品、葡萄酒、空中巴士等等之外，他们在所谓的高纯度气体的电子用气体，然后检测技术，还有核能这几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去重点关注的几个部分哦。为什么呢？它跟中法之间的合作，中国可以提供它很多落地的场域、场景以及机会。那法国提供了什么？它未必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但它可以提供中国很多的可靠度。今天它能够做到这么高的高纯度的电子气体，那它在检测技术上绝对是非常没有问题的。那在核能的泄漏、检测、安全、安规，他们都有一套自己制定的标准。这个其实才是中法在经济合作、科技合作里面应该准确的去瞄定的一些点，就是像刚刚张老师说的嘛，就是看格局大，格局还能更大。对，这个才是基础建设的部分。而且针对3位刚刚所提到说，国际外交之间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你有些时候其实像你看，像法国就是马公跑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包括像德国，目前也是预计他的总理在2026年年初可能会去，然后呢，英国呢目前是安排在1月现在欧洲当然这3个国家主要的国家都各自有盘算。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看美国好事多说要告川普政府，怎么回事？马上回来。回到寰宇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Costco 好事多最近这个美国的最大零售商呢 Costco 呢，他们说要告川普政府，要提起诉讼，因为呢，他们要求确保，如果呢，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对于全球征收这个关税权限的诉求的话，那么好事多呢，就仍然可以获得关税的退款。路透社他们报道说 ，Costco 呢在11月28号，特别在 Manhattan 的这个美国国际贸易法庭递交了诉状，强调说，川普他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向全球征收关税使得企业呢无法确定能不能够取回原本就不应该缴纳的款项这个举动其实大家看到以后发现。哇，这不是等于是向川普提出告诉，然后呢要跟川普讨钱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看到说有可能胜诉吗？这个部分倩姐怎么看？还有好事多一旦做了，好事多也算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别的企业会不会跟进？对，我们最近已经可以很清楚看到10月以后呢，原来一开头的关税的要承担的部分是由美国跟在出口的国家中间去平分的。在10月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平台承担的已经比较少，后来由消费者转嫁的部分已经最多，但是虽然比较少，平台承担的还是相当的大。所以我觉得从好事多的这一轮的作为里面，你可以看到有2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个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政府有可能败诉，但是他败诉之后呢，也有可能用其他的各种的方法呢，不对这些已经被扣了、被缴纳的这些公司去退回这个已经预缴的部分，所以他们先做一个预防性的起诉。可是他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希望能够在现在就停止继续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也就是说，后面这一个我们通常是就有点类似于temporary injunction 停止执行的命令就是既然我们中间还有争议，而且你还有很大的败诉的可能性，对，那从公益的理由来说，那它中间一定会讲很多啦。今天我在国内的所有的销售或全球的销售有1/3是来自于美国以外，它中间呢可能有8%到10%，甚至有人说是12%来自中国大陆。今天你增加了这个关税，会使我的企业发生困难，甚至呢有些小的企业可以说在过程中间跟你诉讼的这个过程中间，我可能就已经倒闭了，就有一种无法回复的法益的受损。对，所以说这边就2个概念，一个是说美国政府可不可能输？那现在起码这些人觉得至少你有一个输的可能。第2个是说过程中间我所丧失到的利益，包含了我的营业利益、我的股票在股市上的蒸发，或者是有些小公司甚至它可能就会倒闭的这些利益呢，是不是无可回复？
那如果它有可能被视为无可回复的话呢，法院是可以说你可以暂时不缴的。所以我觉得它有这2个层次，就是说赢了，那确保我将来可以拿到钱，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对于法院的说辞让法院可以接受一下，现在是在 USCIT 嘛，它是比较理解商业逻辑的说这样子搞下去我活不了了，我要倒闭了，我的企业的价值会蒸发了。这些如果法院采行的话呢，有可能也判他们可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停止去缴纳，这就是 temporary injunction 的重点。所以这2个都很重要。您刚刚提到说，好说这么大哈，他都这样子担心的话，那我刚刚讲到是中小企业、微型企业还得了啊？对啊，而且也许我马上就倒闭了，等到你政府如果真的被判输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了，你到什么时候到哪里去退钱回来给我？所以我的在法上面的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失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会有别的。很小的公司可能没有钱去告政府，可是有很多中型的、中大型的公司也可能去跟着好事多的步骤，继续的去主张司法上面，如果国家的单方行为影响到我，至少要给我一个能够返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我现在不要继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现在川普的问题就是说，他面对美国本土的自家厂商，虽然这个是全球化企业，但是Costco 大家知道是美国知名的企业啊。自己的企业都挑战自己的总统，说你这样子做是违法的，你造成我极大的损失。我想问晋哥啊，你怎么看川普怎么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呢，川普他在最近2号这一天的这个内阁会议他之后，他就说呢，美国人将来可能不用再缴这个联邦所得税啊，因为他又讲到了关税。他说关税我们收的很多啦，这个收入大幅增加哈，所以呢我们的税制就会有变化。这在他的任期内就会顺利的实现。他提出这个税收计划是在年初的时候，免除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个人所得税。他说这笔这个洞呢是要由关税来递补来代替的。他还强调呢，是时候让美国回到使我们更加富有、更强大的体系啊。所以大家就讲了一个，他说现在川普是不是也弄了一个版本，是美国人共同富裕版？2件事情怎么看？我觉得啊，也把它形容成美国共同富裕版，实在是有点牵强。但是呢，怕热就不要怕这个进厨房。川普呢执政以来啊，这个有关争议的这个很多的行政命令啊，或者说是很多这个靠着执行令，而且没有经过国会啊，这个就是同意就这样施行了，不知反省。但是呢，你要这个停征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里头要跟国会去合作的，而且呢，我们也必须要记得，无论川普再希望做任何事情，他只能在联邦的税跟费上去做文章。对于州以及地方的这个就是说权责，他不能做出侵权的事情。但是呢，在我们今天已经是12月。展望未来1年，明年的11月3号是美国期中选举，这个释放利多消息是就是川普为选举啊，不，明年必然要经常做的事，所以他原来这个就是讲的，他要去出访中国，要如何如何，他的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要巩固这个期中选举，他要期中选举这个就是选败了。然后呢，那个国会变成跟他没办法掌控，那他已经就提前跛脚，对，提前跛脚。所以在这里头之中，你对于他这个各种打高空，然后开支票，你也不要感觉这个叫做感到这个惊讶，你知道，这个基本上川普这个商人性格，个性又好斗，所以明年好戏会连台上映。你讲到这个就是我刚刚想到 timing 的问题哈。黄老师我们讲到 timing， 最近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似乎也在抓一个 timing 因为他一直很想把他的 H200卖进这个中国大陆当然这个降规版中国大陆是不接受的，所以呢，黄仁勋呢他在3号这一天呢亲自又到了华府一趟，跟川普见面，而且他还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进行了一场闭门会议。那事后呢，黄仁勋也坦白对大家说呢，中国大陆不会接受降规的产品，就算华府放宽晶片出口的限制，也不确定北京到时候是不是愿意买这个 H200人工智慧AI 的晶片。他这番话什么意思呢？现在其实夹在中美2强之间最难受的一个人之一啦，我讲之一，因为有很多人应该都是如此之一一定是黄仁勋。您怎么解读他的话？
这句话其实有讲跟没讲一样。我们这个议题我们聊过很多次了，我们学生也都聊过很多，就 Hopper 已经是上一个世代的产品。你这样持续的阉割，其实你看就是当时的限制进入中国的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搞出了 DeepSeek， 他跟你手搓，他搓出他能用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个他讲这句话有什么？他只是在发牢骚，我觉得他只是单纯在发牢骚，因为现在到 Blackwell 时代，他也无可奈何。是没人会买新不买旧嘛？对，而且你看最近的新闻，中国有搞出他们新的一些堆叠技术，然后也是可以把他们的效能再往上提升。我们上次有聊过这个话题嘛？你一直掐着他的喉咙，其实反过来说，无疑在养虎为患。这个其实他这句牢骚的意思，我想背后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您觉得他希望他整个辉达，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布局战略啊，他的 picture 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它整个 blueprint， 它现在并不是单纯 for 中国大陆，这只是它的一个单点。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一直在讲说，高阶晶片其实很难达到这么大的产能，也不会有任何的 fab 会愿意为了你去增产这件事情。你看，连三星都开始转型，连 SK 海力也开始转型。那如果我自己是黄仁勋，我会想做什么事情？我高阶的产能极限了，我消费级赚的 market cap 没有那么多，那我势必要去做一个中阶市场的布局。包含布局所谓的边缘晶片、边缘 AI， 包含以他们既有的这些东西去做的 pre-train model， 去 embed 到它的新系统里面，这个才是如果我是黄仁勋，我会更愿意去推进的一个市场。这些市场甚至可以绑到人形机器人、救灾机器人，甚至到那个居家照服机器人等等，这个是一个更加庞大，而且更加接地气的一个市场。OK， 所以就不是说一定要锁定最高阶的。有一个图哈，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很有趣啊。台湾的商业周刊特别就做了一个分析，当中就有一个图是这样子的哈。他说黄仁勋呢现在夹在美国，因为呢希望美国最有利的就是什么呢？美方理想目标赚中国大陆的钱，又不让中国领先。中方这边呢认为最有利的就是中方理想目标就是呢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协助中方崛起。